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袁成。2个月了，从于朦胧坠楼的那一夜，大陆整个网络像被按下了晋升键，真相至今仍然笼罩在一片诡异的沉默中。官方急着定调酒后意外，谁敢发声谁就出事，但越盖越怪，越封越醒。这股觉醒的暗流涌动，不只是人心在变，连天象也在变。古人讲天人合一，天人感应。当人间的怨气、怒火、冤魂和痛苦累到极限，天象就会开始反击。而于朦胧承受的一切，就像一道劈向人间的惊雷，很可能就是启动天象的开关。2026年即将迎来中国历史上的赤马红羊节，每逢到来必是大乱的年份。惊人的是，多位灵媒、玄修者最近也同时给出相同的预兆。2026年是真相曝光之年。如果一切都是真的，那么这场关于于朦胧离世原因的不能说的秘密，恐怕不只会震翻中国，还会震动整个时代的命运。于朦胧案，官方火速定调酒后意外，但网络上的疑问越堆越高，什么问题都有，就是没有答案。而现在让网友背脊发凉的，不只是于朦胧的离世真相，还有谁敢替于朦胧发声，谁就出事。最开始，北京警方发布于朦胧案调查结果，离世原因一语带过，但立刻抓捕了3名造谣者，并且对造谣内容倒是着了不少笔墨。大佬要潜规则他，狗腿子替大佬组的局。于某某被吊在高楼，被丢下楼，监控被毁，背后有势力控制，被人从窗口推下，坠楼前遭虐待。反正这些都是谣言，都造成恶劣社会影响，警方都依法处理了相关人员。那么，警方有证据证实这些都是谣言吗？警方掌握的真相又是什么呢？近日，有一位传媒公司的女主管齐丽丽，只是单纯站出来替于朦胧说几句话，结果迅速被拉进一场无形的风暴中。先是讯息威胁，你已经被列入约谈名单，她没被吓倒，继续说，然后恐吓升级，刀片包裹，家人各自外泄，甚至孩子幼儿园的照片都被陌生人发来，这是赤裸裸的警告，我们知道你在哪里。这寄刀片的手法，你说谁收到不全身起鸡皮疙瘩？而且拿孩子威胁，这不是捏住了任何家长的最软肋。齐丽丽近日搭出租车，结果后方一辆不明车辆高速逼撞。同一天，她公司的员工开车外出，也遭货车强行夹击，十分诡异。2起车祸，警方都是轻描淡写的一句交通意外，而当事人骨折、重伤，车子报废，难道一切真的都只是巧合？替于朦胧发声的齐丽丽贴出包扎手臂的照片，配的文字只有一句：之前右胳膊，昨天左手腕，下次是什么呢？我敬请期待。女星孙琳之前为于朦胧发声，多次发文表示对真相被掩盖很不满，却因内容涉及违规遭到删除。没想到后来出门拿快递，竟然被花盆砸头送医，又收到威胁信息，给你点小教训。跟于朦胧有合作经历的香港艺人陈晓东，是少数在风口浪尖上敢公开发声的艺人之一。他早早就在小红书发文，连问3个问题，句句扎心。现场的人都去哪了？为什么到现在没人出面？监控怎么会一段都没有？为什么所有的讨论都在被删除？总结的一句更是压轴，怎么看全都是在删。结果不意外，贴文很快就被平台蒸发。陈晓东后来在留言区亲手按赞了一条网友的吐槽，是被平台下架的吗？这个赞形同默认，中共管不住人心，管不住人嘴，但能管得住贴文。此外，过去多次为于朦胧发声的红后代博主林北川，本月2号透露自己前往于朦胧坠楼的阳光上东社区，表示不是自己来的，多了不方便说，已经询问过可以发博，还说见点该见的朋友，这是在暗示见面对象不是普通朋友。被人猜测林北川很可能是逼近了真相，因此被恶人一伙约谈，
他被带到案发地的目的，恐怕还是为了让他闭嘴，避免更多消息曝光。林北川过去曾经以红后代、退役军人的身份多次为于朦胧发声，还有多名替于朦胧发声的网友都爆料自己被恐吓、被请喝茶等等。在中国大陆，于朦胧离世，这是一起不能讨论的事件，相关贴文大量消失，关键字被限流，相关讨论被晋升。然而，沉默越久，质疑越高，越封锁越爆炸。中共终究是压不住舆论的压力，因为大家都在问，一个人到底要怎么意外，才能让全国人都闭嘴，不敢说话的人都出事？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国际联署已经超过67万人，要求对于朦胧案重新调查，公开证据，给他的家属一个交代。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。一个小伙子吃东西不小心咬到口腔内部，出现口腔溃疡，平常一般需要1周痊愈。旅途中试吃了一支红海参凝胶，第2天就差不多好了。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，配方就是90%的深海野生红海参，加10%的韩国红参，再加纯天然蓝莓原液，透过专利发酵做成果冻口感的口服凝胶，清爽不腥，还带点果香。红海参本身含有18种氨基酸、天然胶原和活性钙，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、延缓老化，还能补钙造血、改善气色，对气血虚弱、高血压、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，非常适合长辈、成长期的孩子、加班族等。而且一盒30支，带着走超方便，早上空腹或者是运动后，随手拆开就能吃，冰过之后吃起来口感更特别。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，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。我朋友怕断货，干脆一次囤了10盒，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，输入优惠码大10局，就可以享受85折。中国大陆2盒起卖，4盒包邮，购满70美元，美国本土包邮，满260加币，加拿大包邮。于朦胧案的真相拖得越久，越像一道劈向人间的惊雷，硬生生地把沉睡中的人们震醒。证据消失，官官相护，全民晋升，发生者遭报复，这一切反而把更多沉默的人推醒，仿佛是集体意识在悄悄苏醒。民众开始感觉到有些东西不对了，而且不对的东西大到遮天。这股觉醒的暗流越卷越高，不是只有人心在变，好像一段新的天象正在启动，那就是2026年至2027年即将迎来的赤马红羊节。古人都说天人合一，天人感应，这场劫难其实在于朦胧案那道惊雷劈下的瞬间就已经悄然启动，人间的怨气、怒火、冤魂和苦痛层层堆积到极限。当人间失衡，天道便会开始清算。于朦胧案像一道从天象落下的预兆，象征着旧秩序将被震碎，隐蔽的黑暗将被逼现，人们将会觉醒，善恶真正分道扬镳的那一刻已经悄悄来临。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讲过，一些灵媒和玄修者都不约而同地讲出了类似的预兆。2026年是真相曝光之年，或许在明年春季，命运将会还给于朦胧一个公道，一些被遮住的真相都会在明年找到出口。2026年还是末法时代的终章，也是黄金新世纪的前奏。人类会遇到一些灾劫，但灾劫是灵性觉醒的契机，而如今的一切迹象看起来都正在往那个方向推动，仿佛整个世界都正在等待那个揭开真相的时刻。那么2026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又象征着什么呢？这个问题一冒出来，答案便从历史文献中浮起，仿佛早已经被写进天象循环里，只等着这一刻重新被人们读懂。中国古人以10天干、12地支相配，用以纪年、月、日。在60甲子一个轮回中，丙午、丁未又叫做赤马、红羊之年。为什么呢？地支午、未对应的属相分别为马和羊，而天干丙丁与五行中的火相配，
火为赤红色，所以叫赤马红阳之年。说起来也怪，历史上每逢丙午丁未之年，中原必有浩劫，天下难得太平，所以中国一直流传着赤马红阳节的说法。那么下一次的赤马红阳之年是什么时候呢？答案就是即将到来的2026年和2027年。赤马原本只能日行千里，夜行800的宝马良驹，红阳据说能分辨是非曲直，乃是神阳。按理说，赤马红阳连在一起，应该是好上加好才对，怎么就成了国家动荡、改朝换代和天灾人祸的象征了呢？相传最早提出赤马红阳节的人是南宋衢州江山人柴望，他专门将历史上的丙午年还有丁未年发生的大事件记录整理，一通分析，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：赤马红阳节。于是在《丙丁归鉴》一书中写下：丙午丁未，国家有节。就是说，凡是丙午丁未之年，国家都是兵荒马乱的日子。柴望是书生意气，原本就是希望当朝皇帝赵云能够居安思危，励精图治，不要再犯古人曾经犯过的错误。对北宋靖康之耻也是一种铭记。无奈皇帝赵云偏不信邪，龙颜大怒，指责柴望是妖言惑众。柴望到底是不是妖言惑众呢？我们可以翻开历史去看一看。汉高祖刘邦驾崩，吕后专权，赵飞燕封后，王莽封侯，种下了日后篡权的祸根。汉桓帝驾崩，汉灵帝即位，汉朝从此衰亡。魏文帝驾崩，魏明帝即位，司马懿受命托孤辅政。随后司马氏灭掉曹魏，武则天进入后宫和甘露之变，还有最惨痛的靖康之耻等等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赤马红阳的大凶之年。有人以正史为依据，统计出从有明确纪年的西周共和元年，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开始，到近代的1966年至1967年，总共发生过47次红阳节，每60年轮回一次，诅咒历经3000年，从未间断。到了近代，20世纪初期的丙午丁未年间，也就是1906年至1907年，人们意识到再次遇上了赤马红阳节的恶岁。1905年，清朝派出了5位大臣出国考察，第2年回国后，明确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。只可惜，当时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犹犹豫豫，错过了宝贵的机会。终于在1907年丙午年，8国联军入侵中国，清王朝的气数从此进入倒计时。慈禧和光绪相继病重，中国陷入空前的黑暗之中。民国才子李叔同，后来成为一代高僧的弘一大师，曾经写下了悲愤的名句：千秋功罪公平在，我本弘扬节外身。之后辛亥革命爆发，满清灭亡。孙中山在革命歌中写道：万象阴霾打不开，弘扬节运日相催。就是说，清王朝的统治黑暗如同浓重的阴霾。不过弘扬节运已到，上苍正促使他的统治者垮台。再之后的丙午丁未之年，就到了1966年至1967年，拉开了10年浩劫。文革的阴魂就始终萦绕在神州大地上。文革期间究竟有多少人死亡？各种研究数字和中共官方数字都显示，至少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。中共元老叶剑英曾经在内部会议中透露，文化大革命整了1亿人，死了2000万人。邓小平也曾经对外国记者承认，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，那可是天文数字，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。1980年，当时年届80的语言学家王力回忆起文革时的往事，作诗赠内一首，其中写道：红衣见乳脚起泪，白泪衣舞铁杖伤。2句诗就足以饱含着对文革的痛苦回忆，也道出了自己当年遭受的精神摧残和皮肉之苦。1986年，博学鸿儒钱钟书的夫人杨绛也发表过长篇散文《丙午丁未纪事》。他写道：丙午丁未年的大事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，像我这种没有名位也从不掌权的人，
一般只不过是陪着挨斗罢了。如今历史的车轮又走到了赤马红阳节的年月，于朦胧并不是这个时代的第一个受害者，但他很可能是压垮沉默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当冤屈累积，黑暗横行，人心塌陷到了临界的那一刻，天象已动，人心已醒。从于朦胧案开始，人间的气数或许也已经开始改写，这或许就是人间大变局的前兆。天道循环不止，人间善恶有报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